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很多上了年紀的朋友都會遇到同一個煩惱，牙齒脫落、缺牙。一旦少了牙齒，感覺睡覺不香了，吃飯也不香了，說話的時候也覺得牙齒透風，非常的別扭。而去到牙科諮詢，大部分時候醫生都會推薦種植牙方案。網上也到處充斥各種各樣的說法，有人說植牙是最好的選擇，也有人覺得種植牙花費很高，還存在不少顧慮，還有不少短視頻流傳各種觀點，聲稱存在某種方案效果比種植牙好10倍，花費還能省下10幾萬，五花八門的消息看得人眼花繚亂，不少朋友越看越迷茫，不知道該怎麼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。那麼今天這期視頻不和大家講專業牙科診療知識，只是單純站在普通消費者的角度，和大家客觀聊聊缺牙修復裡的大家最關心的話題，理清不同方案的特點，幫大家避開網絡上各種各樣誇張的說法，方便大家後續做選擇時擁有更多參考思路。提前說明，本期內容只做生活消費資訊分享，不作為任何選擇建議。每個人自身情況不一樣，最終方案一定要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和線下專業人員溝通之後再決定。首先，我們聊一聊大家討論最多的種植牙。為什麼很多機構會優先推薦種植牙？我們從大眾流傳的角度說說大家認知裡它的優勢。很多人了解到種植牙在使用感受上會更加貼近原生牙，咀嚼體驗相對自然，使用周期理論上可以維持更長時間，所以長久以來它都是缺牙修復裡熱度很高的選項。但同時普通網友顧慮同樣非常的多。第一個就是大家最直觀的成本問題，一套種植牙整體下來開銷並不低，如果需要多做幾顆，累積起來的費用對於普通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，這也是很多人遲遲猶豫，不願意直接選擇這個方案的主要原因。其次，網絡上大量討論，很多人擔心手術過程、後期維護等一系列問題，各種各樣不同人的親身經歷在網上傳播。有人分享體驗很不錯，也有人分享自己遇到各種各樣的狀況。網絡信息混雜，很多片段化的個人經歷，很容易讓人還沒做選擇的人心裡忐忑不安。與此同時，網上大量出現另一類聲音，宣傳有替代方案，效果遠超種植牙，而且價格還要便宜一大半。退休業內人士爆料，聰明人都不選擇種植牙，這類標題隨處可見，吸引人點進去觀看。在這裡和大家客觀說一句，不存在一種萬能方案能夠適合所有人，也沒有絕對意義上最好的修復手段。所有缺牙修復的方式都有自己適合的人群，同時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，不存在一個方案可以做到效果碾壓種植牙10倍，同時價格低廉，適合全部缺牙人群。這類說法大多數是短視頻博眼球的誇張表達。除了種植牙之外，市面上還有2種大家比較熟悉的缺牙修復方式：活動義牙、固定橋修復。我只從日常使用感受、維護、開銷這幾個普通人關心的消費角度簡單的介紹。第一種，活動義牙，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假牙，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整體開銷親民，門檻低，很多老年人最早接觸的就是這一種方式。優勢是價格友好，適應範圍廣，很多多顆牙齒缺失的人群都可以選擇。但是很多佩戴過的朋友分享，剛佩戴階段異物感強，需要一段時間慢慢適應，每天需要摘下來進行清潔打理，日常吃飯咀嚼能力和原生牙齒有明顯的區別。第二種，固定橋修復。固定橋修復相比活動假牙，它不需要每天摘取，日常佩戴的便利度更高。
需要依托原本兩側健康的牙齒作為支撐，這也是很多人糾結的點。不少人捨不得打磨原本健康的牙齒，會慎重考慮這個方案。第三種，就是我們面前提到的種植牙，便利程度比較高，日常佩戴不需要頻繁摘取，咀嚼體驗相對優秀。最大的門檻就是整體花費比較高，同時會有基礎條件的要求，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選用。講到這裡，大家就能明白三種方式各有各的長短。預算充足，自身條件合適，有人會傾向種植牙，追求低成本，多顆牙缺失，不少人會選擇活動義牙。想要固定款式，預算中等的人群會去了解固定橋，不存在絕對優勝的選項，所有選擇都離不開三點：一、自身口腔基礎情況；二、日常的生活習慣；三、個人預算範圍。網上那些非黑即白的言論，要麼瘋狂吹捧種植牙萬能，要麼全盤否定，極力鼓吹替代方案，大多都是為了博取流量的極端話術，參考價值很低。接下來給大家分享幾個普通人做選擇時可以參考的理性思路。第一，拒絕被短視頻極端觀點帶節奏。不要單憑一條短視頻、一個網友的個人經歷，直接敲定自己最終方案。別人適合的方式不一定適合你的情況。第二，不要害怕多對比，可以多去正規機構諮詢了解，多聽聽不同從業者給出的方案，把每種方案大致開銷、日常需要、如何維護、大致使用特點全部問清楚，整理信息之後慢慢權衡，不要當場倉促做決定。第三，警惕網絡神方案宣傳，凡是標題出現比種植牙好10倍，省下10幾萬，業內秘密，這類極度誇張話術的內容，大多數是流量噱頭，理性看待，不要輕信捷徑。第四，長期使用成本一定要算進去，不要只計算初期花費，同時了解清楚後續長期維護、定期檢查所需要的開銷，綜合對比，再判斷方案適不適合自己。最後咱們簡單總結一下，牙齒缺失之後想要修復，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會面臨的事情。種植牙只是眾多方案其中之一，有它的優勢，同樣存在門檻，沒有萬能的修復方式，適合自己生活情況、預算條件的選擇才是最優、最適合自己的選擇。網絡上各種各樣的爆料、秘聞，很多都是放大矛盾，吸引點擊。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，理性分辨各類資訊。再次重申，本期視頻僅為消費資訊分享，不構成任何相關選擇建議。每個人情況各不相同，一切以線下專業機構為準。大家身邊有沒有家人朋友，有沒有遇到缺牙選擇難題？歡迎在評論區聊一聊你們了解到的各種修復方式。如果你覺得本期內容對你有幫助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。關注頻道，持續和大家分享生活消費小知識。那麼咱們本期的視頻分享就到這裡了，明天不見不散，拜拜。